这个故事是梁家河一老汉说的。老汉60出头，人精瘦，两眼炯炯有神。1个月前，他为了找口饭吃，一路捡水瓶，逃出了梁家河。我遇到他那天，他背着一大袋水瓶在林子的边缘休息。打了招呼后，我们拉起了家常。他对我说出了以下这个故事。不知道这些年出了啥妖孽，各地大灾难纷至迭来，突然瘟疫就来了，到处在死人，突然洪水又来了，一个又一个村子被夷为平地，突然拳头大的冰雹就砸下来了，我的小窝棚也被砸得窟窟窿窿。再然后，突然我们的村子又被封了，一群妖孽啊，穿得像送葬时扎的纸人，包围了我的窝棚，强行拿东西戳我的喉咙。他妈逼的，这明明是强奸嘛！但问题是，他们还要天天强奸你。几天后，我就受不了了这种羞辱，带了点粮食逃进了后山的乱葬岗。乱葬岗都是孤魂野鬼的地盘，他们总不至于追到这里来吧？到了乱葬岗，我在朝阳的山坡上花了1天时间搭了一个简易的卧棚，开始了我的隐居生活。没想到仅仅过了3天，邪乎事就又找上门来了。那天早上我刚睡醒，就听到10多米外山坡下的乱葬岗里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是有野兽在草丛里穿梭。我起身向声音的来处看，果然看到一头猪，但是这头猪很奇怪，说它是野猪吧，它又晃晃悠悠，一身肥膘；说它是家猪吧，它又獠牙毕露，满脸凶相。我满腹疑惑，就继续看下去。只见那头猪在一个坟头停下，两只前蹄一阵扒拉后，竟然像人一样直立起来，用2只前蹄捧起了一个人类的骷髅头骨，放在头顶上，口中念念有词，还说起了人话。究竟说的什么呢？我也没听清楚，好像是啥天灵灵地灵灵或者东方红太阳升之类的咒语。再之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只见那头猪刚念完咒语，人就摇身一变，成了个女人。看到这里时，老汉我觉得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看来这是又碰上妖孽了。但是那头猪显然不满意，他抬起头对着东方天空初升的红太阳大声抗议起来，说：怎么就给我了一个女人的身体？我乃志向远大的妖中翘楚，妖生理想就是干翻全人类，当上宇宙王，一介女流之躯，岂能单此大战？说完后，他朝自己的脑袋上一拨拉，骷髅头啪的落在了地上，他又恢复了猪的样子，又在乱葬岗里到处拱起来。不一会儿，他又找到了新的宝贝，捧在胸前欣喜若狂。老汉我仔细一看，竟是一根翅膀长的硅胶性具。我猜想，这应该是村里哪个寡妇用旧的玩意，担心别人看到，就扔到乱葬岗里来了。但那头猪却如获至宝，马上顶在头顶上，又念起了咒语。只见一瞬间，它就变身成了一根1-2米高的硕大阳具，雄赳赳气昂昂的指向了苍天。这一来，顿时把那头猪高兴的在原地跳起舞来。哦，不对，应该说是把那根阳具高兴的在原地跳起舞来。但没一会儿，这根阳具好像想起了什么，停止了跳舞，又对着初升的红日喊起来，说：不对，这副武功赫赫的屌样虽然有助于我干翻全人类，但是一上街人们都被吓跑光了，我根本没有用武之地。说完，他一甩龟头，硅胶阳具落在了地上，他又恢复
恢复了一头猪的样子，重新在乱葬岗里到处拱来拱去。老汉，我这才想起来，族上有个传说，在某个至阴之日的早晨，某些有灵性的畜生，只要对着东方出生的红太阳念诵某种特殊的咒语，就能满足他的一切愿望。老汉，我正在胡思乱想呢，那头猪又挖到了新的宝贝，是一只破破烂烂的布欧维尼熊。它已经顶在了头上，开始念诵咒语。又是一瞬间，它变身成了一头身材高大、英武如天神下凡般的维尼熊，头上戴着皇帝才能戴的黄金冠，腰里还别着一把割韭菜用的大镰刀。但老汉，我这会儿可不乐意了。我想，正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妖孽横行，我才逃到这乱葬岗。在这乱葬岗屁股还没捂热呢，就又出了妖孽，还让不让老子活了？想着时，我已经从地上摸起了一块石头，朝着那畜生的脑袋就砸了过去，然后只听见嗷的一声猪惨叫，那块石头正中他的脖子，那脖子当时就歪了。只见那畜生捂着脖子惨叫着，一溜烟就跑没影了。故事说到这里也就完了，只是我还觉得好奇，我问老汉，后来呢，你有没有再见过这个妖孽呢？老汉的回答是，当然见过了。有晚我捡破烂路过一家商店，店里的电视正播放一家伙站在台子上挥舞着手臂喊永远伟大光荣正确。我仔细一看，这不就是被我砸歪了脖子的那头畜生吗？几天没见，居然真混成了伟大领袖了。伟大领袖是啥东西你知道吗？在我们梁家河可是人人都知道的。这个故事是